50岁大叔第一次见20岁女网友，却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结果大叔一开门， Don't you think I fucking knew it? I knew you were fucking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uh? 原来男人是她的前男友，一直尾随女人到了这里。女人让大叔给她3分钟的时间，安抚好这个家伙，免得他有更出格的举动。大叔只好到门外稍作回避。You figured it out. You're natural, right? You were quick. You stay cool. You improvise. That's what we do.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演的。两人趁着大叔离开，搜刮了他这里所有的钱财，然后逃之夭夭。这就是苹果 TV 最新上线的骗术电影《行骗高手》。电影中五花八门的骗局设计让人大跌眼镜，每一场骗局又都环环相扣，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故事要从这个叫马特的男人说起。从小生活在乡下的他，第一次坐车来到如此豪华的别墅。他要来这里找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妈妈。原来马特的妈妈和本市最有名的富豪在一起了，为此他们还特地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妈妈表面上看着非常欢迎儿子，可到了房间里，她疯狂地指着马特的鼻子，质问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是不是又吸食了什么违禁品。听到这，马特一下就急了。 What do you want? You want me to fucking prove it to you? Fucking piss test? That what you want? Huh? Got no problem. Here, I'll do it right now. 尽管妈妈多么声嘶力竭地制止他，可他却仍然把酒瓶灌满，企图证明自己已经改过自新。事后他安抚妈妈的情绪，保证自己将来不会再闹出什么乱子。妈妈无奈只好同意他住进这间别墅。而刚才的这一切都被在门外的富豪看得一清二楚。本以为马特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乖儿子，但没多久他又惹出了幺蛾子。富豪两人正在电梯里甜言蜜语时，仆人们突然跑过来说有警察闯入家中。原来马特由于行窃被一路追到了这里，尽管面对确凿的证据，马特仍然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警察决定即刻将他逮捕。看到这一幕，富豪将警察喊到了一边。 I know the commissioner. Marty's a good friend. I can put in a good word for you. 富豪掏出一叠钱想要息事宁人，但此时艾米却突然发话。 Stop. He's not a cop. This is what Max does. He plays these little confidence games. 眼看着被戳穿，两人只好笑笑，说他们俩只是在开个玩笑，企图用假笑来掩饰他们的尴尬。妈妈看见这些，感觉恨铁不成钢，有个这样的儿子实在太丢人了。她气得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随后难过的离开了这里。富豪看见这一幕也是哭笑不得，为了区区1000美元就能耍出这种小把戏，还惹得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伤心。于是第二天，富豪将马特叫到了办公室，他提出愿意支付每个月6万美元，让马特去外面找点事情做。最重要的是，离自己心爱的女人远一点，不要再带给他负面情绪了。很显然，马特也是冲着钱来的。他提出只要给自己100万，他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富豪面前打扰他们。 Get me the cash and you get my mom all to yourself. I'll be gone. You won't even hear from me. Not even a fucking postcard. 富豪听完后，毫不犹豫的就支付了这笔现金，但他绝对想象不到，艾米回到马特的房间后，突然1秒钟变脸，温柔的贴了上去。没错，他们实际上是一对骗子情侣，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一起合作演出的一场好戏。这下100万美金到手，两人来到酒馆疯狂庆祝，并将3万的报酬分给了那个扮演警察的小黑。做完这笔大单子，他们就要金盆洗手了。这笔钱足够两个人富足的过好下半辈子了。回家后，马特收拾好了行李，可此时艾米却突然打来了电话。 I have some good news and some bad news. 好消息是，所有钱都归马特了。但坏消息是，富豪真的爱上了艾米，并准备想要娶她过门。艾米表示，她也不想余生只是坐在小酒吧里，过着小偷小骗不安稳的日子。话音刚落，门外就有警察敲响了房门。没办法，马特只好赶在警察破门而入之前，拿上那笔钱立刻跑路。而至此，他也正式踏上了这场复仇之旅。1年之后，艾米顺利被富豪娶进家门，然而她却对着镜子嚎啕大哭，因为富豪刚刚死了。她也正是在对着镜子营造出自己悲伤的情绪，逃去外面迎接富豪的遗嘱。在律师的宣读下，艾米获得了富豪90%的遗产，那可是价值整整92亿的资产。反之，富豪留给自己儿子的只有一个信托基金。原来就在不久前，富豪儿子被人非常轻易的就骗走了几十万美元。老爷子也是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被气得郁郁而终，所以他才选择将自己的资产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妻子。不仅如此，富豪还将艾米作为了信托基金的受托人。所谓的受托人是一种保险措施，就是在富豪儿子无法继续管理基金时，管理权将会移交给艾米。听完这一切，艾米假惺惺地对着汤姆说，只要是他父亲的房子，他想住多久都可以，不要把他这个后妈当作外人。而等汤姆走后，艾米再也装不下去了，满脑子都是这92亿美元的遗产，直接笑出了猪叫。他拿着这笔花不完的钱，开始疯狂买。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多久，基金会的人却突然找上了他，因为他们正在调查骗走汤姆70万钱财的那个骗子。毕竟这也是老爷子被气死的主要导火索。如今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女人的资料，然而
艾米看过之后，突然预感大事不妙，因为这个女人分明就是自己的前男友马特的徒弟。艾米回到家就立马开始摆弄起各种厨具，她不断的安抚汤姆的情绪，并表现得像个亲妈一样为他考虑住房等各种问题，企图用这个方法来分散汤姆寻找骗子的注意力。然而不幸的是，那个骗子已经被他们找到了。艾米忐忑的在门口等待汤姆进去问话，还好女人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She wasn't working alone. There's this guy who was her accomplice. He taught her everything and trained her. He planned the whole thing. She said that he has some sort of connection to us. 为了不让自己暴露，艾米来到房间里和女人谈判，只要别揭穿自己骗子的身份，她愿意支付一笔巨大的金额给女人当做她的封口费。但没想到黑妹想要的并不是钱，她只有唯一一个要求，就是再见马特一面。原来这个小徒弟深深的爱上了自己的师傅，所以才甘愿和他一起进行这场骗局。可钱到手之后，师傅却不见踪影。不甘心的黑妹只想要见马特最后一面。艾米非常无奈，没想到分开了那么久，自己的一切还是被那个男人牢牢的抓住。没办法，她只好想办法联系上了马特，和他相约再见最后一面。黑妹一看见这个家伙，就疯了一样的冲了上去。You left me! I waited for days! You fucking left me! How could you? You threw me aside like I was fucking trash! 听到这一切，马特并没有作答，黑妹只是想要他的一句道歉，得到的却是这样的态度。此时突然2辆车子赶到，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基金会的人和汤姆也赶到了这里。这一下可好，艾米的骗局被彻底揭穿。汤姆不停地控诉他们这群骗子不仅骗走了他父亲的遗产，还骗走了自己的感情。此时的他情绪几乎要完全崩溃，他抢走保镖的手枪对准黑妹，打算射死这个毁掉他生活的女人。但是他仔细想了想，真正害他走入现在这样局面的人其实是艾米。汤姆调转枪口对准艾米，决定和他同归于尽。就在这关键时刻，黑妹猛地扑了上去，阻止了悲剧的发生。Tom, no. No. Stay back. Put the gun down. Do it. Tom, no. Hey, Hey,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艾米就这样误打误撞的一枪射死了汤姆。基金会的人立马决定要报警，艾米这下慌了，她赶紧阻止2人，告诉他们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千万不要送他进大牢。艾米说自己可以把得到的92亿资产全部都交给基金会，只要他们可以放下手中的电话。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2人同意了他的交换。他们将汤姆的死伪造成了意外抢劫，艾米也将所有的遗产全部都转交给了基金会。这一下艾米是变得一无所有，似乎和马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可到了飞机上，艾米微微一笑，原来高智商的她早就留有了后手，告诉马特这其实是他的一记阴招。别忘了，艾米可是信托基金的受托人，在汤姆死掉无法管理基金的情况下，艾米也就成为了基金的管理人。这笔资产相当于是从他的左手转到了右手。骗神马特都为艾米的机智感到赞叹。然而当艾米准备擦拭掉刚才汤姆留下的血迹时，突然发现这血迹一下就被清理掉了。奇怪，真正的血液怎么可能会那么容易清理？这酸酸的味道分明就是伪造的血浆。真相揭晓，原来他们全部都被汤姆给骗了，因为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死。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汤姆和黑妹导演的一出好戏。在马特安排的骗局中，黑妹本来是想要骗走汤姆的钱财，可是她没忍住动了真心，爱上了这个极具文艺气质的男人。他们反复练习了无数次枪击的场景，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艾米和马特这2个世纪大骗彻底翻车。